在我们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讨论到所谓的重度抑郁症，那有些人会说没有这些症状，可是我还是觉得自己的状况不是很好。今天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抑郁症的10大隐性症状。那如果有这些现象的话，可能代表你有抑郁症，又或者是抑郁症的倾向哦。我们一起来看看吧。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哦，这样我们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通知了。那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对你或身边的人有帮助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分享哦。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所谓的抑郁症的10大隐性症状。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自己瞬间好像失去了快乐，变得非常的没有功能，而这并不代表是你所看到的样子，有些时候可能是更隐微的一个部分。而以下就是所谓的抑郁症的10大隐性现象。那如果我们单单去看每一个症状的话呢，它并不代表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就代表你有抑郁症，它会是一个信号，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或身边自己所爱的人是否有所谓的抑郁症的一个部分哦。第一个呢，就是你可能变得过度的冷漠，或者是很容易感到无聊。所谓冷漠呢，就是对很多事情都没什么兴趣。然后当你的另一半说我想要就把工作辞掉，然后想要出去环游世界1年，让自己重新调整一下，看看自己接下来想要做什么，然后你的反应就是好啊，随便你啊，就是每一种反应，所有事情都是 indifferent， 就是无所谓，没有差别的感觉呢，其实就是觉得很冷漠的感觉。那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任何事情会让你觉得有兴趣，又或者是让你觉得有所谓的情绪的起伏。那如果你都是自己一个人，然后没有跟人有所联系，没有所谓的社会支持的时候，那你可能就比较会有这样子一个症状。那当然啦，我们这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说你是例如说像自己到外地求学啦，或者是突然搬到别的地方，或者是搬到不同的国家，那当然可能身边的人跟你都不是那么的熟，你会发现自己对于很多事情都不是那么的了解，可能兴趣也会相对的降低，这个可能就是不太一样。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整个大环境的状况，跟这个人现在的一个状况，还有从过去到现在，还有整体而言现在目前的一个大系统下的一个部分来去诊断，是不是真的这个人现在变得非常的冷漠，然后对于很多事情都不感兴趣。第二个就是什么事情都觉得好难哦，例如说去买一件外套好了，买个外套，那我还要出门，我还要挑一件衣服，那我要挑一件衣服，然后我还要找能够搭配的衣服，然后我还要开车，那我的车子有油吗？然后还要开到那里去，可是天气又好冷。每一件事情明明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任务，你可能都会变成这需要有50个步骤，然后就觉得太困难了，我做不到，那你可能就会不想要再做，所以对于很多事情都会觉得没有什么动力，这就是会让你拖延很多事情。所以发现你在做很多事情，又或者是工作上，你可能都拖到最后一刻才开始进行，然后都是因为逼不得已才去做，不然的话你会一直拖。第三个呢，就是你很容易被小事情激怒，就是任何人可能随便说一句话，又或者是任何一件事情都会让你的情绪不是很好，然后你可能情绪还蛮稳定的一天，然后可能突然家里哪件事情发生，或者是小孩子打翻水，你就整个人就是大爆炸的感觉，那你可能就会发现你整天都是情绪在一个比较不开心，然后容易被激怒的一个状态。第四个就是对于性生活感觉到厌恶。我们通常大部分的人一般来说可能对于性是充满兴趣的，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会有这样子一个基本生理的需求。但是我们发现呢，当有人有重度抑郁或者是有抑郁症倾向的时候，因为对于事情感觉到缺乏兴趣、缺乏快感，也没有动力跟精力的时候，他们对于性是相对的缺乏兴趣的。那
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睡眠不足，所以在各方面加起来的状况下，就让他们对于性产生一种厌恶的感觉，会让他们的另外一半感觉到自己被拒绝，然后有距离感的感觉。那这就是第4点。第5呢，就是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起床。可能当然冬天大家都很想要窝在被窝里面，不想起床，但是你会发现除了冬天或者是周末之外，你可能每天都要把自己强迫自己拉出来，然后就是逼着自己下床的那种感觉，然后可能时间都过得非常的慢，或者是呢躺在床上时间特别的长，不自觉的就好几个小时就过了，但是还是不想起床。这是第5点。第6点呢，就是缺乏刺激这件事情。你的生活当中呢，不需要什么电视啦、书籍啦，然后手机这些有的没的东西，然后或者是跟人家交谈、跟人家接触，你就自己完完全全的 isolate 做自己的事情，完全都觉得无所谓这样。那这跟所谓的内向不太一样，而是你突然之间，又或者是你这一段时间觉得我就是只想要把自己关起来，我什么人都不想见，我什么事情都不想做，然后我就是只想要把自己关起来。如果你是突然这段时间有这样，而你以前可能是一个非常外向、喜欢到处玩的人，又或者是很喜欢跟人家交谈的人，而你这一段时间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那可能代表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哦。第7个就是比较消极，也就是你比较容易会注意到一些问题，或者是比较容易去看到负面的那些部分。那别人可能都在谈某一件事情，就突然来了一句这种事情真的很讨人厌，然后或者是突然冒出一句就是很负面的一个评价，那你会发现可能你身边的人比较少会愿意跟你多接触，又或者是不太会跟你说话，或者是跟你保持距离。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你都不断在散发出一些很负面的讯息。第8点呢，就是失眠。当你发现呢你没有任何原因，但是突然开始失眠，或者是睡眠不好。所谓睡眠不好呢，就是例如说你可能一天需要睡到10到12个小时，包括还要有午睡，中午要休息一下，这些都有可能会是代表你的睡眠改变了，睡眠时间非常的短，非常的少，又或者是睡眠时间非常的多，非常的长。那这些都有可能跟我们所谓的抑郁的一个症状有关系。第9呢，我发现在亚洲人身上是比较常见的，就是 somatic。那所谓的 somatic issue 呢，就是身体有问题，例如说可能会胃出问题啦，或者是腰酸背痛啦，然后或者是觉得身体没有力气啦，或者是头痛等等之类的。很多人的情绪没有办法说出口，所以我们会用身体来表达自己其实可能情绪心理上面是有问题的，是需要帮助，需要疏解的。第10个是你的食欲增加了，尤其是对于碳水化合物的摄取有上升的一个迹象。例如说你可能喝酒的次数变多了，或者是喝酒的量变高了，又或者是呢你可能吃了很多的面包啦、面粉类之类的制品啊等等之类，像这种碳水物含量比较高的饮食呢，它会造成我们的 serotonin 增加。当我们的 serotonin 增加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会比较开心、比较放松的，但是就是那么个半小时的时间。那除了这个部分会让我们上瘾，会想要不断的去吃所谓的碳水化合物之外呢，吃东西这个动作跟我们所谓的满足口腔欲的部分有关，这是在弗洛伊德心理学里头有提到的。那因为口腔的咀嚼呢，在早期发育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被满足的需求的时候呢，你就会不断透过饮食，就是吃东西喝东西的方式，或者是不断的在咀嚼，或者是不断说话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满足自己口腔需求的一个满足。那这个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信号来去看，我们是不是透过食物来安抚自己的情绪，又或者是让自己有一种 self-soothe 的感觉呢？那以上就是10个比较隐性的一个抑郁症的一个倾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发现可能自己有某一些倾向呢？如果有的话，建议大家
去找心理师，或者是跟自己的家庭医生谈一谈。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跟你说你需要去看精神科医生，但是有时候可能不见得需要，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跟心理师讨论一下如何应对，又或者是某些事情其实卡住了，帮你转换思考，就可以让你再重新获得一个快乐又健康的人生。我们一起加油努力，下次见。